那些什么从药厂自己研究出来的小药膏，然后呢你抹抹就能祛斑，或者呢是什么自己开发出来的小药水，给你个棉签蘸蘸杵杵就能祛斑的，他们都是骗你的。没有一个化妆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能祛斑。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它抹抹就能祛斑了，那咱们现代医学的奠基人都得从坟墓里出来感谢你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我能下这个结论。我们呢得先从这个斑它是怎么长出来的，它长在哪儿了，它都有什么分类说起。培养1万名科学护肤高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配方师星星，欢迎回到 The Ordinary 盘点的第4期。今天这期呢，我给大家讲一讲美白这个板块里面，如果你有色斑，比如说雀斑、黄褐斑、妊娠斑、老年斑等等，我们做什么样的操作，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淡化它。刚才我们开头讲了，靠化妆品想祛斑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就先来讲讲它为什么不能祛斑。原因呢有2个。第一，这个斑它长在哪儿了？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色斑呀，它是从真皮表皮连接处这个位置生成，然后运输到表皮层的各个深度的。皮肤的结构呢，之前我给大家讲过，那最外面呢是角质层，然后是表皮层，然后真皮表皮连接处，然后真皮层皮下组织。那所以它是由外到内的这么样的一个顺序。那你想啊，我们化妆品会作用到哪一层呢？作用在角质层，然后呢有部分作用在表皮层，有极少部分可以到达真皮和表皮连接处。那如果我们的斑它分布在表皮层的各个深度，那化妆品又怎么能保证它都能接触到呢？不可能。第二个，我们来讲讲为什么我们会长斑。长斑的原因有2个方面，内因和外因。内因也有2个方面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基因叫 MCER， 这个基因如果发生了变异，那你先天的就比别人更容易长雀斑。你像有很多就是著名的这个演员，他们都是这个类型的，他们都是这个基因上面发生了突变。第2个方面呢，是如果你在一个特殊的时期，你身体里面的激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它也会让你长斑。比如说妊娠斑是因为你怀孕了之后，孕激素和雌激素水平发生了剧烈变化造成的，而老年斑呢是人上了岁数之后，各方面的代谢下降，激素的分泌也发生了变化造成的。内因讲完了，下面说说外因。其实咱们的这个色斑啊，它的本质就是黑色素，它就是我们产生的黑色素在某一个具体的位置淤积而形成的色斑。那我们外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，就是被太阳晒。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它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细胞，我们的皮肤细胞接收到这个紫外线的刺激之后，会通过产生黑色素来进行自我保护。所以你晒的太阳越多，你这个斑就越深。还有一方面是我们日常代谢中产生的自由基垃圾啊，我们之前讲过，自由基是细胞代谢排出来的粑粑，那是这个自由基垃圾特别多的时候，它在你的体内也是一种刺激，而这种刺激到细胞之后，也会产生跟太阳晒一样的类似的反应，就是生成黑色素来保护自己。所以说这2个因素都会让你的这个斑变深。总结一下前面说的内容，这个内因决定了你这个斑会不会长，而外因决定了你这个斑长得有多黑。那所以我就问你了，你用一个化妆品，这个化妆品它会不会改变你的基因呢？它能不能影响你身体内的激素代谢呢？不能。所以它没法影响你这个斑会不会长，它不能祛斑。刚才已经说了，用化妆品想做到祛斑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刚才还说了一点，就是让你长斑的这些外因，它决定了你这个斑长到黑不黑。那我们通过去影响和干预这些外因这些因素，其实是可以做到淡斑的。先给大家打个比方，如果说你的这个斑是浴缸里面的水，那这个水是什么呢？是黑色素。因为我们所有的斑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然后造成黑色素的生成并聚集在某一个位置而形成的。
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你这个斑形成的原因，比如说基因问题、激素问题，这些呢就像是往这个浴缸里面倒水的这个水龙头，它是源源的不断的往里头灌水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这浴缸还有一个地漏，这个地漏代表呢我们这个黑色素日常的一个正常的分解过程。这两个东西它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这个状态。那我们去影响色斑产生的外因的时候，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水龙头拧得稍微小一点，或者把这个地漏扩得稍微大一点的。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淡斑的2个关键词：结缘、开流。那怎么结缘呢？刚才我们介绍外因的时候说了2个重要的因素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一个呢是你被太阳晒、紫外线的刺激造成的伤害，让细胞产生黑色素；还有一个因素呢是你身体代谢产生的自由基，它就像粑粑一样，在污染你细胞的环境产生刺激，让你产生黑色素。那其实我们要想做到淡斑，就从这2个因素下手。首先呢，减少紫外线的刺激。除了我们日常的防晒，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成分来去修护紫外线对你的细胞造成的伤害。所以这一块你可以找一些抗光老化的、抗光损伤的、修护光刺激的，这些成分或者是修护类的产品来帮助你淡斑。那第2块呢，就是针对自由基。那自由基就很好说了，那就是选一些带有抗氧化功能的成分，或者是抗氧化功能的产品来帮你淡斑。总结一下，结缘这件事儿呢，我们就是要抗光损和抗氧化。抗光损呢，我们就选比如说含有 B12、含有阿魏酸这类成分的产品。那抗氧化呢，我们能选的成分就很多了，比如说白藜芦醇，比如说茶多酚啊，各种的多酚、黄酮，还有像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C 的衍生物，非常多的选择。然后呢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开流。其实开流的方法就很简单了，就是促循环。因为我们的黑色素分解的效率几乎是固定的，你能做到的就是让它在单位时间内多循环几次，来提高你的分解的次数。而这个促循环的成分呢，我们可选的也有好几个，比如说烟酰胺，比如说咖啡因，比如说七叶树皂苷，等等等等，这一类的成分都可以帮助你的局部的微循环快一点。那下面我们说一下，如果放在 The Ordinary 的产品线里面，我们怎么选产品？结缘呢很简单，我们有2款产品可以选，一款呢就是屏障小粉瓶，它里面的核心主打成分维生素 B12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抗光损的成分，同时呢，它还复配很多修护的这个成分呢，让你的屏障更厚，让你的皮肤更抗刺激。更抗刺激呢，你受到光损伤的可能性就会越小。第2个产品呢，就是阿魏酸白藜芦醇配合的这个精华。那阿魏酸呢，也是刚才说的，是一个抗光损、抗光老的好成分，而白藜芦醇呢，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类的成分。这俩结合在一起，不就恰好就是我们对于结缘的需求了吗？那开流呢，对应了一款产品。这款产品在 The Ordinary 的产品线里面，本来呢是用作眼霜的，但是你往脸上抹也没有问题。就是那款咖啡因复配 EGCG 的产品，它就特别合适。有一点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咖啡因呢，它是一个促循环的，它能帮助你的黑色素分解快一点，而这个 EGCG 呢，又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类的成分，它还能帮助你前面这个结缘这一块，也有帮助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产品真的不光是给眼周用的，用到淡斑这儿也完全合适。那这3个产品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早晚搭配，就是说结缘类的成分白天用，而开流类的成分晚上用。需要特别说的一点呢，就是这个阿魏酸白藜芦醇的精华呢，它是一个无水配方，它比较油。那如果你本身是个油痘皮或者是大油皮这种的，那我们就只用屏障小粉瓶就 OK 了。OK， 今天的淡斑问题呢就讲到这儿，下一期我们讲讲瑕疵的另一种类型——痘印儿。喜欢听科普的，喜欢看测评的，欢迎点赞、订阅，一键3连。